父皇让我抛绣球选驸马，谢知远接到绣球，却像碰到烫手山芋，猛地丢给身旁的燕昭。燕昭毫不犹豫，反手抛回给他。两个京城最惊艳的少年郎，将我的绣球当众推来搡去。父皇脸色骤沉，让我直接在二人之中选一个。我犹豫不决选谁时，眼前浮现出弹幕：死女配不准选谢知远，他满腹才学，只有杜思柔才懂。两人夜谈古今，心意相通，成为驸马就是毁了谢知远的一生。也不准选燕昭，当年他在战场上身中奇毒，是杜思柔经过救了他。他这辈子心里只有救命恩人，在男装下其他女子。我猛地抬头，果然看见他们眼底掠过明晃晃的抗拒。这时弹幕再次浮现：女配快看看太子哥哥吧。他因为担心女配顾忌兄妹身份，生生压制了10年，心意不敢表明。女配要是选择太子，他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黜6宫，2杯毒酒送谢知远和燕昭上路。我猝然望向皇兄，只见他指节绷得清白，幽深的眸子正隐忍地盯着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抛出绣球后，心跳如擂鼓，目光情不自禁地投向彩楼外那2道熟悉的身影。谢知远清俊如玉，燕昭狂妄不羁。想到他们中有一人即将成为我的驸马，我脸颊不由得微微发烫。不是，死女配居然还害羞起来了。她不会真以为谢知远和燕昭会抢她的绣球吧？这2人来的路上就说好了，谁也不伸手接女配的绣球，他们喜欢的人是杜思柔。要是死女配是假公主，女主是流落在外的真公主就好了。看着空气中恶毒的话，我呼吸一滞。这时绣球不偏不倚落进了谢知远怀中，他像碰到烫手山芋，当即扔给身旁的燕昭。燕昭猝不及防地接住，反手又抛回给他。2人当着我的面，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将我的绣球扔来扔去。我僵在原地，指尖掐进掌心里，颜面尽失。没人要的绣球一路滚落，停在谢知远脚边。他神情淡然地瞥了眼，唇边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诮。怀庆公主身份尊贵，还需靠这绣球来定终身？直接将名字写在圣旨上，谁敢不娶你？我答应了思柔，会照顾她一辈子，即便成了驸马，这个承诺也不会改变。他眼中满是疏离与厌烦，我方才选驸马的喜悦瞬间消散殆尽，心口像是被人用钝刀割一样，痛到窒息。父皇听不清谢知远压低嗓音的话，只见他与燕昭互相推拒绣球，脸色骤然一沉，当即出声为我撑腰。怀庆，你从小就喜欢这2人，今日直接从他们中挑选1人做你的驸马，喜欢谁便选谁。我只不过是在谢知远身上多停留了3秒目光，他脸色变难看起来。刻薄的弹幕瞬间朝我袭来。女配是眼瞎了吗？没看见谢知远脸上写满对他的厌恶。半月前，杜思柔的父亲通敌叛国，被满门抄斩。谢知远不顾大雨，跪在宫门外3天3夜，宁愿放弃状元之位，也要保下杜思柔。2人明明只差一点就能在一起了，女配真是贱得没边。杜思柔刚刚经历灭门之痛，她就在这里风风光光选驸马，活该被当众羞辱。上辈子女配选的就是谢知远，结果成亲后第2日，她就在府外和杜思柔另置了宅院，2人育有3子1女，再没踏回过公主府一步。女配最终落得个郁郁而终的下场。她死的时候，谢知远正给女儿办满月酒，尸骨未寒不过10日，谢知远就8抬大轿风光迎娶杜思柔进门，把她受的委屈全都补偿回来。一股寒意从头顶直灌脚底。我和谢知远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他得到什么稀罕物，第一个捧到我面前。祥和铺子的桂花糕难买，他天不亮就去守着，只为让我尝上第1笼热气腾腾的。我一直将他与燕昭视作驸马的不二人选，可今日这些温存过往，被一盆冷水迎头浇灭，连余温都不曾剩下。女配能别选燕昭吗？当年他在战场上身中奇毒，是杜思柔经过救了他。他说过，这辈子心里只有救命恩人，在男装下其他女子。上辈子燕昭为了杜思柔终身未娶，宁可没名没分，也要守在他身边。
我朝律法外室和私生子不得扶正，燕昭不忍杜思柔受委屈，用一身战功为他换来状元夫人的名分，把他的孩子视如己出，用整个将军府替他们铺好前程。原来他们二人对我全都无益。我心灰意冷，正要向父皇回绝这门婚事，空气中的弹幕却骤然激烈起来。女配，快看看克制隐忍的太子哥哥吧，他听说你今天选驸马，整个人都快碎了。太子喜欢你10年了，却因为顾忌兄妹名分，一直把心意压得死死的，不敢表明。他连从地上捡起你的绣球都舍不得放手。你要是选了他，他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6宫，2杯毒酒送谢知远和燕昭上路。我猛然转头望向皇兄，他一身玄色蟒袍立于玉阶之上，绣球在他掌心被攥得极紧，指节因用力绷得清白，深若寒潭的目光却滚烫的要将我灼穿。我一起与皇兄初见的那日，母后因生我难产，再不能有孕。我8岁时，朝臣纷纷上奏，劝父皇以国本为重。父皇不愿纳妃，最终从禹州宗室过继了皇兄，立为太子。他沉默寡言，常一个人坐在玉壶边，望着水面出神。母后，皇兄怎么了？为何看起来不开心？怀庆，哥哥是想家了，你去陪陪他可好？我小跑到皇兄身边，拉着他去放风筝，谁知一阵狂风，差点把他卷进湖里。我心里愧疚，特意给他熬了禹州的7宝5味粥，却因米放得太晚，粥没煮熟，各掉了他的乳牙。我还想再做些什么弥补，他连声道不必了，真的不必了。不过幸好，我总算治好了他不爱说话的毛病。后来他随父皇理政，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如今记忆中那个清冷自持的少年，和眼下目光滚烫、情绪翻涌的皇兄重叠，我心头巨震，一个疯狂的念头骤然清晰。父皇，儿臣想好驸马人选了。我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到御前，赐婚的圣旨早已铺展在案，只等填上谢知远或是燕昭的名字。父皇看清我写下的3个字后，神色骤然一变。怀庆，你……父皇，您亲口允诺过儿臣，无论选谁为驸马，您都会成全。父皇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开口。此事容朕再深思熟虑一番。父皇终究还是遂了我的心愿。赐婚圣旨上的玉玺重重落下，在明黄绢帛上烙下朱红印记。谢知远望着那卷决定命运的圣旨，已经猜到了内容，唇边拧起一丝机不可察的苦笑。陛下，敢问公主择定的驸马可是微臣？父皇冷淡地瞥他一眼。绣球在谁手里，驸马便是谁。谢知远眼中的光一瞬间彻底熄灭，双眸仿佛蒙上一层尘埃，失去了往日神采。是了，那绣球最后确实滚落在他脚边。臣明白了，臣这就回去准备迎娶公主的事宜。我真是心疼谢知远，他在听到驸马是他之后，眼神瞬间就死了。你耳朵塞鸡毛了？陛下说的是绣球在谁手里，驸马便是谁。谢知远手里有绣球吗？不是谢知远，难道是太子啊？笑死！死女配只会在谢知远和燕昭之间选好吗？父皇早已转身离去，并未听见谢知远说的话。燕昭走过来，神色复杂，抬手在他肩上轻拍了2下。谢兄，委屈你了。谢知远失魂落魄地走到我面前，一开口便是讥讽。公主，如今你总算得偿所愿了，圣旨过2日再送来给我吧。思柔如今暂住我府中，若是见到赐婚旨意，定然会伤心。说罢，他转身就走，连一刻都不愿多留。人群散尽，空寂阁楼中只剩我与皇兄相对而立。他仍怔怔地捧着绣球，指尖因过度用力而泛白。绣球在谁手里，驸马便是谁。皇兄重复着父皇那句话，嗓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。父皇此言究竟是何意？我嫣然一笑，将手中圣旨徐徐展开在他面前。这次婚圣旨上写的是你我2人的名字。一向沉稳的皇兄罕见地失了从容，眼底满是惊愕。那谢知远为何？他一厢情愿认定驸马是他，
我何曾说过？皇兄一把将我拥入怀中，我听见他哽咽的低语，幸好捡起绣球的人是我，不是旁人。我忍不住轻笑，指尖轻轻抚过他轻颤的脊背。皇兄平日那般精明，怎地到了此刻却犯了傻？不是，女配怎么会选太子？她不应该仗着公主身份，死活非要嫁给谢知远吗？这明显就是她欲擒故纵的新手段，故意在圣旨上写太子的名字，好刺激谢知远和燕昭争风吃醋，达到嫁给两人的目的。这是圣旨赐婚，你当过家家呢？我觉得女配是真心想嫁给太子，虽然不知她为何突然转了心意，可嫁给太子，总比嫁给那两个朝三暮四的人强吧。大婚之日定在3个月后，宫内各处一派忙碌景象。上衣局的宫女手捧华光锦缎，为我量身定制婚衣；上侍局呈上各式凤冠花样，让我细细挑选。接连几日，我忙得晕头转向。父皇身边的大太监前来传旨，召我去勤政殿。路上，我听见宫女聚在一起，低声议论近日趣闻。你们听说了没？公主从前心仪的那位谢知远，竟花重金请高僧为通敌叛国的杜家办法事超度。不止如此，杜家那位侥幸存活的女儿杜思柔，听闻谢知远即将迎娶公主，哭闹不休。谢公子心疼的什么似的，为她买下一整盒东珠，那可是只有陛下皇后才能用的，他也敢僭越。公主不是即将嫁给太子殿下吗？与谢知远有何干系？谢家这是想当驸马想疯了，这等胡话也敢编造。流言愈传愈烈，父皇自然也听到了这些风声。怀庆，你不选那2人当驸马，当真是因为那罪臣之女？看着父皇眼中的担忧和关怀，我眼眶渐渐泛红。当日是我不忍谢知远跪在大雨中苦苦哀求，即便杜家犯的是诛9族的大罪，我仍向父皇求情，饶过了杜思柔一命。我轻轻摇头，他们无异于儿臣，强求来的姻缘难以圆满，儿臣不愿委屈自己，宁愿选一个真心相待之人。太子哥哥德才兼备，品行高洁，与儿臣一同长大，更得父皇亲自教导。于儿臣而言，他是良配。女儿终于看见我们太子的好了，她再也不用为了送女配一枝发簪，把所有妹妹都送一遍了。太子接到圣旨，连续几晚兴奋得睡不着，抱着赐婚圣旨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女配就是在嘴硬，不就是因为比不过杜思柔，找个借口挽回颜面罢了。选谢知远燕昭的时候，你们骂女配，不选了还骂，你生活是有多不如意，才这么见不得公主好。父皇默然片刻，递给我几封奏折，全是弹劾谢知远的，替通敌罪臣鸣不平，被指责藏有谋逆之心。父皇不必顾及儿臣。我低声说道。从勤政殿出来，晋王府的晋阳郡主已在殿外等候。婚期在即，你不忙着筹备，怎得有闲心邀我逛街？金玉芳新到了一批京中未见的首饰花样，想请你陪我挑选一些大婚实用，再顺便为皇兄挑一匹衣料。晋阳眼中顿时漾起戏谑的笑意。我脸颊倏地发烫，忙拉着他登上马车，快走吧。你早该如此了，那2个薄情寡义之人根本配不上你，更比不上风光霁月的太子殿下。金玉坊内，我刚挑选好2只发簪，就听见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。知远哥哥，我上次同你提过的那只香红宝石簪子，就是这家铺子的。掌柜的，快将簪子拿来，再给我瞧瞧。杜思柔挽着谢知远亲密走入，掌柜面露难色。我指尖正不紧不慢地轻捻着那只流光溢彩的红宝石簪子。谢知远走到我面前，伸手：公主，思柔心仪此簪已久，你日后身为正妻，当有正妻的雅量，便让给思柔吧。他说着，竟直接取过我手中的簪子，戴在杜思柔头上。我抬眸，目光冷冽。谢知远，本公主凭什么要让出簪子？谢知远没料到我会当众驳他颜面，脸色霎时铁青。你又何必处处针对思柔？她喜欢什么，你便非要夺去什么？前几日是人，今日是簪。纵然你是公主，也不该如此任性妄为。若你容不下我后院有人，我该回去与母亲重新商议，看看与公主定亲是否做错了。我漠然地扫他一眼。
许是这一眼中的凉薄与轻视太过明显。谢知远一时怔在原地。谢公子莫非是瞎了？这簪子方才是在本公主手中，是你如同乞儿一般，伸手向我讨要。究竟是谁在夺，谁在抢？谢知远被乞儿二字刺得面红耳赤，一时语塞。杜思柔适时地轻轻拉住他的衣袖，细声劝道：知远哥哥，正事要紧。谢知远压下心头怒火，沉声道：我有一事同你商议。思柔如今是戴罪之身，在京城孤苦无依，我打算不日便将她正式迎入府中照拂，为免她日后在府中受下人轻慢，我想在大婚之前先迎她进门。你意下如何？可以，我答得干脆利落。谢知远原本预备了许多说辞，被我这轻飘飘的2个字尽数堵了回去，愣在当场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屑再多言，抬手便从杜思柔发间抽回那只红宝石簪子，携了晋阳的手转身离去，留谢知远一人僵立原地。刚出店门，晋阳便按捺不住满心疑惑看着我。我淡淡一笑，他娶谁与我何干？待他真让那罪臣之女进了门，你且看看这京中高门显贵，还有哪家愿意将嫡女嫁与他为妻？话音刚落，一人停步在我面前，恭敬行礼：参见公主，臣户部尚书沈官复，听闻公主与太子大婚将至，在此巧遇先行道贺。他声音朗朗清晰地传入店内。正陪着杜思柔挑选首饰的谢知远身形骤然一僵，他几乎是立刻冲了出来。可长街熙攘的街道上，方才的几道身影早已不见。杜思柔紧跟出来，不安地问：知远哥哥，怎么了？谢知远眉头紧锁，目光仍不甘地搜寻着街角。无事，只是好像听见了一句极为荒诞的祝词。他强压下心头莫名的惊悸，转身时已换上温和神色。不必在意，大约是我听错了。走吧，既然答应要为你挑几件称心的首饰，不能食言。二人将京中有名的珠宝铺子逛了个遍，直至暮色四合，方才提着大包小盒回到谢府。正厅内，谢国公端坐首位，面色铁青，一见谢知远，便怒不可遏地指着他痛斥：逆子，你竟敢替通敌叛国之人做法事超度，是要让整个谢家为你陪葬吗？杜思柔眼眶一红，当即跪了下来：千错万错都是思柔的错，若是我连累了知远哥哥，思柔唯有一死。谢国公看也不看他，目光如刀直刺谢知远：陛下今日召我入宫，直言我谢府有谋逆之心，为保全族性命，为父已自请辞官，你的状元功名也被褫夺，咱们国公府早就今非昔比，如今连盐运使的实职也丢了，谢家怕是要败在你手里。谢知远眉头一皱：父亲还看不明白吗？这是公主在使小性子，她容不下思柔，故意让陛下施压惩戒。前几日陛下已亲口为我二人赐婚，待大婚之后，这些荣华权势都会回来。谢知远居然还以为公主选的驸马是他。公主和太子大婚的消息早已传遍宫中，他若少放些心思在杜思柔身上，也不至于如此消息闭塞。我一直觉得女配配不上他，现在听到他这般自负言语，反倒觉得太子与公主才是天作之合。谢国公心中不祥的预感越发强烈。你口口声声说赐婚，为何这么多日过去，迟迟不见圣旨？公主主意的驸马不会是燕昭吧？谢知远嗤笑出声：是孩儿请公主暂缓宣旨。若真是燕昭接到了赐婚圣旨，以他的性子，怕是早闹翻天了。谢国公忽然想起今日在宫中，陛下身边的大太监对他意味深长的笑言：恭喜国公爷了，贵府好事将近啊。思及此处，他强压怒火：我今晚便备下聘礼单子，明日你就亲自送去公主府。知道了。今日我在宫中还听闻，太子也即将大婚，他素来疼爱这个妹妹，你既身为驸马，定要多去拜会。谢知远听到太子大婚4字，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白日在金玉坊听见的那句贺词，他眼底掠过一丝难以辨明的情绪。道贺那人自称户部尚书沈官复，看来明日他要去沈府拜访一趟了。亥时3刻，
谢国公差人将聘礼单子送到了谢知远房中。杜思柔望着礼单上罗列的玉石珠宝，无声落泪。若我家未曾遭难，也该有父母为我操办嫁妆，知远哥哥也该堂堂正正送来聘礼，而不是像过几日只能趁夜用一顶小轿从侧门抬进去。谢知远将他轻轻揽入怀中。我答应过你，入朝为官后第一件事便是重审杜家一案。他目光扫过那份礼单，既然你我成礼在前，这些聘礼理当先给你。公主那份，我让父亲再另行准备。杜思柔依偎在他怀中，感动不已。我本不敢再奢望穿红嫁衣成礼，可女子一生一次的大婚，我实在不愿留下遗憾。他扬起泪眼，怯生生地望向他。若私自穿红，只怕会被史官参奏，连累国公府清誉。知远哥哥能否替我去向公主恳求，将她的凤冠霞帔先借我一穿？若是公主亲赐的嫁衣，旁人便不敢多言了。谢知远轻抚她的脸颊，指节拭去泪痕，温声应道：好，明日我便去同公主说。门外侍卫通禀谢知远求见。我正在绣大婚时用的同心结。闻声连眼皮也未抬，只淡淡命人打发了他。今日是燕老将军寿宴，我奉父皇母后之命，亲至府中赐贺礼。燕昭的祖父当年曾与皇祖父并肩征战，戎马半生，是朝野敬重的两朝元老。我刚在席间落座，杜思柔便袅袅上前，柔身一拜，见过姐姐。四下顿时响起细碎的议论声。这便是那通敌叛国的杜家之女，听说她如今寄居谢府，不日便要那位妾室。带着未过门的妾室出席这等场合，谢家的门风可真叫人开眼。这一声姐姐，倒像唯恐旁人不知她与谢小公爷关系匪浅。我略侧过手，朝贴身侍女春桃递去一个眼神，她当即会意，上前扬手便是两记清脆耳光。放肆！春桃厉声斥道：罪臣之女也敢与公主妄称姐妹，将陛下与娘娘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杜思柔捂着泛红的脸颊，泪水连连下。我是想着日后与公主同在府中，这才先行见礼。是思柔不懂规矩，知远哥哥千万不要怪罪公主。女主好茶，这挑拨离间的目的太明显了。谢知远什么身份，敢去怪罪公主？今日这场合只有正妻能参加，杜思柔缠着谢知远硬要跟来，就想让大家知道他才是谢知远心尖上的人。好无语的手段！未出阁的公主被罪臣之女当众称姐妹，这分明是存心给她难堪啊！说话别这么刻薄行吗？杜家满门抄斩，只剩杜思柔一人，已经够可怜了。她身为妾室，没资格参加燕老将军寿宴，凭自己的本事让谢知远带她来有什么错？这不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大女主吗？为了想要的东西拼尽全力不丢人。搞笑！杜家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满门抄斩是罪有应得，有什么好可怜的？正在招待宾客的燕昭闻声赶来，眉宇间带着愠怒。公主，今日是我祖父寿辰，你何必非要当众为难思柔？他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今日有资格与你同坐主桌，身份并不比你低微半分。此言一出，满座皆惊，宾客纷纷投来难以置信的目光。罪臣之女岂配与当朝公主和两朝元老同席？我轻抚茶盏，缓声道：当年燕老将军随我皇祖父血战西域，马踏黄沙，而杜家却因一己贪念，将边防情报贩卖敌国，致使数千将士身陷埋伏，埋骨他乡。我目光落在燕昭紧绷的脸上，一字一句：燕老将军忠君爱国之风骨，燕氏满门忠烈赤胆报国，你竟是半分也未继承。燕昭面红耳赤，僵立当场。此时燕老将军拄杖而来，目光如淬寒冰般扫过杜思柔。你就是那通敌逆臣之女，陛下当日心存仁念留你一命，你不知感恩，竟敢踏进我燕府大门，立刻滚出老夫的寿宴。见燕昭还欲求情，老将军手中陈木杖重重顿地，把这个不孝孙带下去，杖20。杜思柔垂手啜泣，立在原地不肯挪步。谢知远快步上前，将他护在身后，压低声音对我道：公主，我有件事需同你商议一番。他目光瞥向廊下，意图明显。我端坐不动，
谢小公爷有话，不妨在此直言。谢知远脸色一沉，他不想当众提及此事，正欲改日再说。杜思柔却红肿着眼睛凑近他耳边：知远哥哥，今日是最好的时机。公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定会顾全贤良大度的名声，应下此事。你我婚期在即，我与公主身形有异，那嫁衣还需绣娘改制。谢知远沉吟片刻，终是开口：你既已答应让思柔先进门，能否将你的凤冠霞帔也先借她一穿？祖宗规矩虽言妾室不得穿红，但若得你亲口允准，便不算违制。你二人同穿一袭嫁衣，日后传扬出去，也是一段佳话。待思柔进门后，翌日我便备齐6礼，与你商定婚期。我缓缓抬眼，唇边凝起冰霜般的笑意。谢知远，是我往日给你脸面太多了吗？本公主的嫁衣也是她佩然指的。谢知远冷下脸来，我拂袖令侍卫上前，请谢小公爷一步。杜思柔觉得委屈极了，指着我扬声道：公主不愿便不愿，何必这般折辱人？她身子一软，竟当众晕在谢知远怀中。抚衣诊脉后回禀：杜小姐是气血亏空之症，老夫开2副药调理即可。若是方便，往东200里处有一温泉山庄，颇有疗效，于她病症大有裨益。谢知远当即抱起杜思柔，连向燕老将军告辞都顾不上，转身便走。临走时，他向我投来一瞥，眼中满是失望之色。满座宾客瞧着他胡闹的举动，虽面上不显，心中早已讥讽四起。燕老将军端起酒杯，让诸位见笑了，大家莫让琐事扰了雅兴。老夫先饮为敬。几位官员立马顺势举杯应和，席间丝竹声再起，很快恢复先前的热闹气氛。隔日，这桩闹剧便已传遍京城。我在府里安然绣着同心结，春桃呈上一封信，落款人是谢知远，我不由挑眉。他说与杜思柔已抵达温泉山庄，思柔体弱，需连泡数日调理身子，待她痊愈，二人还要去江南走走看看。字里行间尽是闲情逸致。他说已择定2月后的初8迎娶杜思柔进门，他们会在新婚前夕回到京城，嘱我代为操持婚礼事宜。我拈着信纸一角，轻蔑一笑，随手将它凑近烛火，火舌倏然卷起，将那满纸荒唐吞噬殆尽。倒是巧了，他选的良辰吉日，竟与我选在了同一天。信纸燃尽，我拿起同心结继续绣着。此后每隔2日，谢知远便送来一封信，有时写扬州烟雨多么好看，有时记西湖月色如何惊艳，说日后定要带我同游。每一封信尾，谢知远总不忘问一句：大婚诸事筹备的如何了？我将这些信悉数烧掉。此后2个月，我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与皇兄的大婚上。时序流转，转眼已到大婚前夜。我正与晋阳说着梯己话，聊些女儿家待嫁的忐忑与憧憬，宫人通传太子殿下来了。我不由微怔，这个时辰皇兄来做什么？他步入内殿，将一袭油纸包轻轻放在我面前。油纸掀开，是刚出炉的桃花糕，还有那串我从小吃到大的糖葫芦。皇兄深夜前来，就是为给我送这个。他略显腼腆地轻触下鼻尖，目光转向身后侍从。不多时，数个沉甸甸的红木箱被抬入殿中，几乎占满了半间厅堂。我怔怔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厚礼，他温声解释，内务府所备聘礼是巡组制，这些是我这些年私下经营积攒的私产，今日悉数赠你，做我的聘礼。这怎么成？你身为储君，岂能没有银钱傍身？能娶到你，已是我3生之幸，这些我只嫌还不够多。嘱咐我早些安歇后，他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晋阳在旁抿唇轻笑，我这才惊觉双颊滚烫，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。后来春桃告诉我，东宫那夜的灯亮至破晓，皇兄的贴身侍卫亦透露，他激动得彻夜未眠。谢知远在成亲前夜回到国公府，踏入府门，见庭院如往常一样，没有半分大婚将至的喜庆。他微微蹙眉，沉声问管家：公主不曾来筹备大婚事宜吗？管家躬身回话：回小公爷，
自您离京后，公主便再未踏足府邸一步。谢知远语带不悦，他真是越发任性了。这般意气用事，让我如何放心将国公府交与他打理？你即刻带人将红绸挂起，喜字贴好，务必将府中布置出大婚样子来。明日京城贵胄皆会前来，绝不能让人看了笑话。管家神色犹豫，可是国公爷那边，父亲既在蜀中办事，如今府中自然由我做主。谢知远语气不容置疑。杜思柔想起刚才经过公主府看见的那一幕，轻脚手中丝帕，忧心忡忡道：知远哥哥，方才我们回府时，我似乎瞧见公主府挂满了红绸，你说明日公主会不会派人将我带走，由她来与你拜堂成亲？谢知远闻言一怔，眼中掠过一丝复杂。你当真看见公主府挂满红绸喜字？不等杜思柔开口，管家便躬身禀报：这2个月来，公主府确实一直在筹备婚仪，老奴还以为小公爷早已知晓。谢知远蹙眉叹息，带着指责：他真是越来越胡闹了，晚一日进门又能如何？罢了，他心中不快我也能理解，待我们成婚后，我尽快迎他过门便是。杜思柔轻声接话，语气温婉：待公主进门后，我定和她处成亲姐妹，绝不让知远哥哥为难。谢知远神色稍霁，还是你识得大体。他沉吟一瞬，又道：明日需找个人看住公主，不能让她乱来。谢知远思忖片刻，和杜思柔去了趟燕将军府。他深知燕老将军不喜杜思柔，特意只请燕昭出府相见。明日是我与思柔大婚，公主恐会前来阻挠，你可否替我去公主府拦住她？燕昭看着杜思柔微红的双眼，将手中长枪往公主府方向一顿。好。他从怀中取出一份礼单：思柔，这些是我为你备下的嫁妆，我答应会护你一世周全，从今往后，将军府就是你的娘家。杜思柔泪眼盈盈，上前轻轻抱住燕昭：燕哥哥，谢谢你。怀庆，该起来梳妆了。天光初透，母后便亲自来唤我起身。嬷嬷小心翼翼地为我挽起青丝。宫女捧着凤冠霞帔鱼贯而入。我望着菱花镜中盛装的自己，当缀满东珠的凤冠落在我发间时，我不由得紧张地攥紧了掌心。母后安慰我：不必紧张，你父皇说莫那孩子比你还激动，昨晚彻夜未眠，拉着侍卫在院中练了一整夜的剑。想到皇兄昨夜送下聘礼后，竟回去与侍卫彻夜练剑的模样，我忍不住轻笑出声。春桃悄声附耳过来：公主，果然如您所料，燕小将军一早就守在府外了。我唇角微扬，让他守着罢，不必理会。此时府外传来阵阵礼乐声，皇兄的迎亲仪仗到了。他一身大红吉服立于阶下，目光灼灼，向我伸出手。我轻轻将手放入他掌心，由他扶着登上銮轿。燕昭本欲上前拦我，却在看见是太子迎亲的那一刻，如遭定身般愣在原地。他猛然想起祖父那日未尽之言，公主选的驸马竟是太子燕小将军。一个宫女悄然来到他面前，递上一封信笺：公主命奴婢将此信交于您。燕昭接过信，我就知道他不会这般轻易罢休。话音未落，他的目光死死锁在信纸某处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僵立当场。这不可能，在战场上救我的分明是思柔，怎会是公主？她一个深宫女子，如何懂得医术？宫女轻嗤一声：燕小将军有所不知，公主自幼研习医道，陛下见她天赋异禀，特准她拜入药王谷门下。当年在边关救您，正是公主前去探望药王的途中。燕昭已经听不清他说什么了，耳边只剩尖锐的嗡鸣，眼前景象开始旋转模糊。他踉跄一步，竟直直栽倒在地。宫女淡淡瞥了他一眼，群居拂过青石板，未作停留。迎亲队伍行经长街，百姓夹道观望，孩童踮脚贺喜，妇人指着花轿笑谈，老人嘴里喃喃说着吉祥话。皇兄策马行于轿前，时不时回首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行之太妙，一丈停下。我和皇兄携手祭告天地祖宗。黄昏时分，銮轿稳稳抬进东宫。合卺酒端上来时，皇兄轻声低语：
还记得你小时候偷吃桃花糕，沾了满嘴糖霜的模样。我忍不住抿唇一笑，酒液的辛辣竟在唇齿间化作甘甜。洞房内红烛高燃，他为我取下沉重的凤冠。这一天，我已等了太久。窗外月色渐明，将满是喜庆映照得愈发温柔。次日清晨，我同皇兄入宫向父皇母后请安。二老喜不自胜，赏赐如流水般送入东宫。满殿宫人皆面带笑意，处处洋溢着新婚的喜庆。而另一边国公府内却是另一番光景。杜思柔正为谢知远整理衣襟，眉眼间笼着一层薄愁。委屈你了，昨日才成礼，今日我便要去找公主商议婚期。杜思柔抬眸，眼中泪光盈盈。公主身份尊贵，待她入府后，我实在担心。谢知远温声安抚，不必多虑，即便她进了门，也不会影响你我二人之间的感情。前往公主府的路上，聘礼队伍缓行于京城街道。谢知远忽而想起什么，唇角微扬。没想到燕昭当真拦住了公主，昨日竟真没来闹事。公主府邸，下人们正在收拾昨日大婚的喜庆陈设。昨日公主大婚，太子殿下看咱们公主的眼神，甜得能淌出蜜来。太子平日那般严肃，我还是头一回见他笑得那般开怀呢。谢知远将这番话一字不落地听入耳中，他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脸色霎时白了几分。他强自镇定地对管家道：“劳烦通传，我与公主有约，今日特来下聘订婚期。”管家闻言，诧异地将他上下打量：“这位公子莫非没瞧见府门前的红绸？公主昨日已与太子殿下完婚，您这是来下哪门子的聘礼？”谢知远不知为何，胸中陡然窜起一股无名火。他们是兄妹，如何能成婚？管家皱眉，语气转硬：“公主与太子并非血亲，成婚有何不可？你莫要在此生事，速速离去吧。”谢知远想起被他忽视掉的细节，公主府早早挂起的红绸，太子迎娶太子妃的消息，还有那迟迟未到的赐婚圣旨，他猛地攥紧双拳，指节泛白，一股灼热的怒意直冲心头。说好要等他来下聘的，他怎能食言？他这生的哪门子气？不是口口声声说不喜欢公主吗？既要又要罢了，既舍不得心上人，又贪图公主的权势地位。明明是他坐享其成，却让公主一再退让。当初仗着公主偏爱，百般委屈人家，还以为公主永远会在原地等他呢，这下可傻眼了吧？我和皇兄陪着父皇母后用完膳才出宫，车帘清闲，我身着正红宫装步下马车。谢知远静立府门外，身后整齐摆放着10余台聘礼。他迎上前来，开口便是质问：“公主何苦这般作践自己？我知你气我让思柔先进门，可也不该一时赌气仓促成婚，平白误了终身幸福。只要你愿意和离，今日之事我便当作从未发生，你依然是我国公府的正妻。”我无语，嘴角忍不住抽了抽，直接命身旁女官前往国公府传话，让刚刚回京复命的国公爷严加管教自家儿子，莫要来东宫胡闹。谢知远见状，怒意更盛：“今日你若执意不和离，来日必当追悔莫及。”他愤然转身离去，步伐却透出几分仓皇。我不想再听到有关谢知远的任何事情，偏偏他的消息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。昨日回府途中，他不慎冲撞了相国幼子林玉白的马车。这位京城有名的纨绔，往日或许会顾忌驸马身份，就此作罢。可如今谢知远身后只剩个空壳国公府，林玉白当即命人将他当街痛打一顿。谢知远欲要理论，对方却根本不讲道理。他拖着伤体前往相府，想让相国好好管教儿子，谁知连门都未能进去，反被守门小厮一番奚落：“你算什么身份，也配求见相国大人？”谢知远平生未受此辱，直接去了大理寺报案。可大理寺卿乃相国一手提拔，只需应2句，便命人将他送出门外。接连受挫，谢知远一病不起。待到病愈后，他重返书院，立志重新考取功名，要让那些轻贱他之人悔不当初。昔日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同窗，如今个个都变了一副嘴脸。
知远兄，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？放着身份尊贵的公主不娶，偏要娶个罪臣之女，是昏了头吗？哈哈！如今京城听到谢知远三字，谁不退避三舍？谢家如今的门庭，可是连鸟雀都不愿意栖了。听说太子今日向陛下请旨，立誓此生只娶公主一人，永不纳妾内妃，这般情深，当真是羡煞旁人。谢知远受不住这般讥讽，破天荒躲进酒楼买醉。若是我先娶公主再纳妾，是否就不会落到这般田地了？他还是人人巴结的谢小公爷，谁见了他都得毕恭毕敬，不必忧虑功名，不必操心仕途，他可以直接去吏部任职，不出数年便可顺理成章的位极人臣。谢知远一杯酒接一杯酒的往肚里灌，不分白天黑夜的喝。我从晋阳那里回来，远远便见燕昭站在东宫门外等候多时的模样。他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，身上不见往昔少年将军的意气风发，连步履都透着沉重。燕昭声音沙哑：我回了一趟当年中毒的地方，遇到了一位老妪，他说当年救我的人是你，你将我从鬼门关救了回来，我却连真正的救命恩人都能认错，还为了杜思柔屡次伤你，我没有脸面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已向陛下请旨，永镇边关，此生不复返京。临行前，我有一句话想问你。他抬眸，眼中带着最后一丝希冀。若我现在就去向陛下求亲，不在乎你是否曾嫁过人，你可否还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？宫门前一片寂静，我的沉默已是最好的答案。燕昭唇边泛起自嘲的弧度。我会在边疆默默守护公主，此生不再娶妻。若你日后需要相助，只需一封书信，我必快马加鞭赶来。我蹙眉打断他的话，娶妻与否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莫说为了我终身不娶这种话。这般说辞只会令我感到不适，不会让我感动分毫。燕昭深深一揖，衣袂在风中翻飞，而后转身离去，再未回头。我好不容易清静了几日，今日来金玉坊散心，不料谢知远闻讯赶来，将我堵在门前。我已将思柔送去庄子上，往后他再不会横在你我之间。如此，你愿与太子和离吗？不愿。为何还不愿？他声音陡然提高，拦在我们之间的障碍已经没有了。拦在我们之间的从来不是杜思柔，而是你。抛绣球那日，你明知我会在满城百姓面前颜面尽失，却仍与燕昭将绣球当作玩物扔来扔去。因为你笃定我不会离开，这不过是你的一场服从试探，不是吗？谢知远脸上闪过被戳破心思的羞愤与狼狈。我已命人传召谢国公前来。他匆匆赶到，向我施礼后，转身便给了谢知远一记耳光。你还要丢人现眼到何时？当初公主真心待你，你不知珍惜，如今失去一切，倒装起深情来了。说罢，他竟直接举起棍棒，一路将谢知远从街口打回了国公府。回去之后的谢知远终日闭门不出，将自己锁在房中。期间有下人来报，说被送去庄子的杜姨娘不堪清苦，连连追问何时能接她回府。谢知远却只知借酒消愁。而今的谢府门庭冷落，京城再无人愿与谢家往来。不久，书院正式将他除名，所有物品皆被扔出门外。谢知远满心不甘，立志要谋得一官半职。他日若位极人臣，定要教我后悔今日的选择。可他很快发现，失去全是依仗，想在京城谋职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几经周折，才在吏部求得一职，却只是个打杂的差事。昔日他根本不屑一顾的小吏，如今都能对他呼来喝去。谢知远不堪受辱，愤而辞官。此后，他连府门都不愿迈出，终日蜷缩房中，醉眼朦胧间反复呢喃：早知如此，当初若不扔那个绣球，该多好。大婚后的日子，竟比想象中更要温存几分。皇兄每日下朝归来，总不急着处理政务，而是先从袖中取出一个温热的油纸包。那油纸裹得仔细，展开时还冒着丝丝热气。新出的桂花糖糕，快尝尝。待到黄昏时分，我们便在东宫的小书房里各据一案。他端坐紫檀案前批阅奏章，我躺在软榻上翻阅医书。有时他会搁下朱笔，
信步走来为我添茶，顺势俯身看我正在研读的药方。偶尔抬头时，总能迎上他含笑的目光，在渐沉的暮色中静静交汇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